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伊朗哦，伊朗这个国家，前一阵子遭到以色列的轰炸，那当然呢，外界或者是美国，以色列说它有制造核弹的能力，那现在他们的这个状况到底如何了呢？我们先来看看哈米尼他们的精神领袖哦，也是实质上被人民拥戴的人，他说我们甩美国一巴掌。而且他们庆祝战胜以色列、战胜美国哦。那他说，伊朗摧毁了美国的乌代德空军基地。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角色，他当然是调停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呢，伊朗他提了这个空袭美国位于卡达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件事情呢，让川普有感而发。他另外加码说，伊朗人很好啊，他事先要打之前有跟我说哦，说我们要开火了，那一点打。可以吗？我说没有问题，听起来好像是在办++9。不过真的哦，川普现在志得意满，他自封是美国的和平总统，他要把国防部改为战争部。我们来听听看。I have, as you know, Marco Rubio with me and Pete Hegseth, Secretary of State and Secretary of War. Should we say Secretary? You know, it used to be called Secretary of War. Maybe for a couple of weeks we'll call it that because we feel like warriors. It used to be called Secretary of War. In fact, if you look at the old building next to the White House, you can see where it used to be Secretary of War. Then we became politically correct, and they called it Secretary of Defense. I don't know, maybe we'll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it. 好，伊朗的核设施现在如何了？到底像是美国说的，已经把它完全摧毁，还是说其实只有少少的受损呢？我们看到川普在白宫的记者会，有外媒外国的媒体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一次实质伤害非常有限呐听说他的核设施其实没有什么损伤。川普听了很不高兴他说你这个记者怎么回事啊？你应该多多赞扬美军还有 B2 飞行员，他们很伟大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质疑我你这样子很不友善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他也很不高兴，他说伊朗的核能力已经遭到摧毁了呀你们媒体总是在找丑闻。连这个，因为他过去是福斯电视台的主播嘛，他说你这个福斯电视台也很糟糕啊，表现糟糕，你很爱曲解总统的说法那现在只要不这个如他们的意他就直接点名媒体来做批评。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参联会主席公开了一段影片，非常惊人。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影片这个是所谓的巨型钻地弹先前实测的画面，这是为了回应外界说这个美军只有在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的表面炸6个洞，而且是浅浅的洞他们很不开心呐。他说这个炸弹跟一般在地面上爆炸的不一样，它不会留下明显的弹坑，因为它的设计就是要钻到地底的深处才会爆炸。所以呢，这个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他讲说，美军在投下这个弹这个弹头这个钻地弹的时候呢，在福尔多设施表面只有一个浅浅的弹壳，可是每一颗都精准的击中了目标。那另外呢，这个是罗生门啦，因为各说各话嘛。伊朗说我们的核设施早就搬走了，而且没有什么损害。那白宫呢，现在说 FBI 正在调查到底是谁泄密的，因为过去我们看到他们的美军就泄露出一份极机密的这个文件，是讲说其实损伤有限，讲的是伊朗的核设施。那我们看到 CNN 也揭露了川普为了重启核谈判，其实做了一些条件上面的让步。他提议阿拉伯国家你们掏出300亿美元，大家分摊一下嘛，帮伊朗盖核电厂。另外呢，他有可能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伊朗数十亿美元遭到冻结的资金，希望伊朗赶快重回核谈判的桌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呢，这一场战争到底背后是谁在策划？美国事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有没有参与都是现在媒体在追踪的重点。包括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秘密的管道说以色列原本策划在美国本土制造
爆炸事件，同时要捏造证据说这个是以色列做的，让华府认定伊朗为幕后黑手，然后借此推动美方对伊朗全面开战。这个阴谋说是从伊朗德黑兰时报做的一个报道。那像是各种的阴谋现在都被放出来了，包括摩萨德的局长说感谢 CIA 共同行动在这场公开的一个说法里头，让大家打上了一个大问号。什么 CIA 有共同行动吗？所以 CIA 有这个牵涉在中间吗？事前有一起策划吗？外界都打了一个大问号。而另外呢，说是伊朗有能力做核弹头，可是真正有核武的国家有没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被外界认为拥有90枚核弹头而且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的国家。尽管以色列没有正式承认，可是外界都认为他手上的确有这个武器。这个伊朗的核浓缩铀到底有没有被摧毁现在是罗生门因为川普跟他的团队一口咬定就是被彻底摧毁了。美国的空军他们的行动是准确的他们也完成了任务，而且飞行员表现的也非常好。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他所炸下去的底下到底有没有浓缩铀？这才是关键嘛，而不是说这些飞行员他这个任务失败，他怕死，他还没有飞到那个预定的地方就投弹了，所以他的弹投不准。没有，他的弹投得很准，投下去了。但是而且2枚，1枚接1枚所以确实可以贯穿到60到7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这个没有问题。但大家在问的问题是在浓缩铀是不是在那底下？欧洲的情报单位认为说，由于美国早就锁定了这个核能的浓缩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地，而且15年前就在规划怎么去把它炸掉，所以伊朗事实上早就把浓缩铀就转移了，搬走了。那只是说伊朗装的好像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应该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的情报对，谁的情报错？欧洲的对还是美国的对那不管如何，今天伊朗也故作迷阵了。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时间伊朗的外长说我们的浓缩铀没有被摧毁，他是第一时间确实这么说的那美国说不，你们已经被摧毁了。然后美国的 DIA 就是国防军事情报局说这个任务并没有达成只有表层达到，但是底下可能没有被完全达到，这是国防部的情报局所说的。川普就起来生气了，说就是达到。这个时候这个局长没有出来说话，但是赫格塞斯政治任命的出来讲话了， CIA 的局长出来讲话了，美国的情报总监出来讲话，都是政治任命的，都说被彻底摧毁了。好，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政治任命的官都一口咬定彻底被摧毁，而技术部门的，也就是专业的职业军人，他们都说没有被摧毁。那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自己去信他有被摧毁还是没摧毁，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这个伊朗的外长突然间改口了，说被摧毁了，从没有被摧毁到被摧毁，他应该清楚嘛。好，接着呢，这个哈梅内伊说没有被摧毁，那到底该信这个外交部长还是该信他的老长官，他的最高的长官，而且他是宗教跟政治领袖。那我想，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看到就是好，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坚持说他被摧毁？那就是因为川普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川普当初本来说24小时到48小时给伊朗一个答复，那伊朗觉得时间太短，后来延到2个礼拜。2个礼拜的时候，我在这个节目我就说你川普你犯了大错误了，因为这2个礼拜你美国本土很有可能遭受到恐攻，你的海外的军事基地很有可能遭受到攻击，但是你不能确定它是伊朗做的还是以色列做的，而且以色列做的可能性高于伊朗做的可能性。果然现在一个情报出来了，说以色列的假旗行动，也就是以色列已经谋划要在美国进行一个像911一样的大的一种
死亡的事件，然后让美国变成被逼的不得不，就像当时的911之后，美国去打阿富汗一样，不得不把地面部队投下去。所以对于川普来说的话，避免地面部队被投下去，赶快采取行动，马上宣布说被摧毁了，那这个事我们就解决了，好，就到此为止了。那不管伊朗的这个核浓缩铀有没有被摧毁，对川普来讲就是一口咬定有了，那接着就可以开始秘密谈判了嘛，就可以跟伊朗开始进行秘密谈判，说，哎，你伊朗，你既然说你不想发展核弹，那你要提炼浓缩铀，它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因为它是做核弹的必要条件，但是并不是充分条件嘛。那也就是说，我要做核弹，一定要有浓缩铀，没有浓缩铀，我核弹做不出来。可是我有了浓缩铀，我不一定要做核弹，我只是拿这个来跟你谈判嘛。那现在美国说我愿意谈判了，那你把浓缩铀交出来，那交给谁呢？秘密的，因为才400公斤，400公斤，他们当初说它已经装在桶里面了，每一个桶的高度91公分，所以事实上是不高的。那总共是16桶。那因此呢，他们说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个集装箱、货柜箱就运走了，谁也看不见。那你可以运给俄罗斯来保管，也可以运给中国大陆来保管。只要这些国家来担保你说，如果美国违反协议的话，那我们会来帮你出头。那如果能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可以跟你把伊朗把秘密协定签好，那就大家装的就再也没有浓缩铀了。那这个事就告一段落了。也是一个好方法，我就解除你伊朗的经济制裁了嘛，我也给你核电了嘛，那一切大家都开心。你 happy 我也 happy，大家都 happy，然后就看谁获得最大的利益。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乐于说大家都说谎啊，是，对不对？就是一个解套的方式，大家都有楼梯可以下来。对，那你欧洲的情报局为什么要说实话嘞？那到底我们要听真话还是要听谎话？对，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判断，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来，舰长怎么看？记者的训练啊，本来就是批判性思考。他如果他受访的对象讲什么，他就跟着讲什么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访问的呢？也就自己合个掩耳制嘛。那我们看到这次最大的问题也就在福尔多这个地方啊。福尔多这个地方，这个是它的一个北通风口，这是南通风口。然后其实呢，对不起，这是北通风口，这是南通风口，它各被炸了3个洞啊。那这3个洞呢，如果说要最有效，也就是按照它的 GBU-58来讲的话，它是60公尺。可是这一个位置呢，它是在岩盘下面，也就是它必须要打，而且它的深度深达90公尺，所以它必须要2枚同一个位置啊，同一个位置贯穿。我请问一下，那现在是 GPS 不准了吗？你为什么打不到同一个位置？而且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一些画面啊，那我必须这样说啊，那是在你试射的状况之下，而且它在你贯穿的最前面，它就有一个洞口，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火光。那现在到底有没有被打穿呢？我们举几个例子跟大家报告啊。第一个，也就是说，我请问一下，如果已经实际上来讲被破坏了，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他要补刀嘞？也就是以色列在美军B2 使用了这个堡垒克星轰炸之后，以色列又去补刀，他为什么要去？那以色列我们大家都认为他的摩萨德的情报是比较准的，他应该是有人因情报，也就是有实际上潜伏在里面的人员回报，没有打中啊，那所以他要去补一次刀。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那其实它目前没有更新的说法哦，也就是说有关于福尔多这个地方呢，它其实讲到说它没有这个环境附近的人口跟环境是没有受到放射性影响的。你如果打了个洞，那怎么会没有影响呢？它就像是它虽然没有核分裂，它就像个脏弹一样，把所有的这一个含浓缩铀打到空中里面，因为它有贯穿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现在检测不到？那就更不要讲啊。我们看到说这个消息人士称啊。我们这样讲啊，你当初砍人家的职位，现在通通出来咬啊，也就是说，其实并没有摧毁核设施。
那你川普生气没有用啊。而且我现在在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还记得吗？23号攻击之后，马上开了一个记者会，那时候还画了一张图 ，B2 多了不起，花了30几个小时来回。我请问一下，当时你为什么不直接拿出这张图，说其实你们是如此贯穿的，而且你这种贯穿的方式，你认为是直接打穿的？那我请教一下啊。连我们台湾的雪山隧道都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雪山隧道也有通风口啊，它直接送的是中间啊，它不是直接送到那个我们的雪山隧道那个往东向或西向的部分，那更不要讲军事设施，它可能有生化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滤毒筒的部分，它更不会这样设计，它在里面一定是曲曲折折设计的。结果你现在这样讲，会不会让疑问更多呢？是我们来请教洪庭。其实这整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刚如同小燕老所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里面你存有浓缩铀的话，那它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放射性的外漏，但是 IAEA 看起来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那我认为就是说，记者为什么会拼命的去追，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摧毁了你想要摧毁的关键设施？主要的原因在于2个，就是说，第一，大部分的媒体记者对于美军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你要介入去轰炸福尔多这件事情，他们还是打一个问号，就是说，美国以色列的战略很清楚，你就是要解决伊朗接近了这个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你美国的战略到底是什么？你如果因为说真的不得伊朗马上就要突破了所谓的核临界点，而你去实施一个所谓的预先式的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话，那你必须你要完全的把它摧毁啊，否则你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做下去，那伊朗也会有强硬的动作，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引发所谓的这个像刚才小杨老师提到的像脏弹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有可能从地上转为地下，变成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对整个未来国际政治跟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它其实威胁性是更大的。第二就是过去其实大家不要忘记，川普其实他有一个动作是让大家觉得是有可能，而且相对来讲会认为对未来的伊朗比较安全的那个动作是什么？是伊朗的政权有没有可能交替在一群比较偏西方开明的，甚至包括巴勒维国王这样回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个反而是所有人认为最安全的这个状态，因为那是一个可控制，而且不太可能会走向极端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可是当你美国做一个所谓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轰炸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上把政治往所谓的偏激极端方向去走了，这个可能性又更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所有的报纸、记者、媒体，他们都认为就是说，奇怪，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就看不懂川普在做什么。而伊朗去攻击所谓的这个卡达的这样的一个美军军事基地，我个人认为那真的就是完全的假戏真做，就是在演戏啊，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卡达在2017年曾经被中东所有国家制裁，原因就是因为卡达跟伊朗太好了，而半岛电视台的总部就在卡达，所以你说美军去打，伊朗去打所谓卡达的美军基地，那谁会通报？卡达一定会跟美国讲啦，伊朗不会直接跟美国说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那只是一个就是对于一个国内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耗，所以以这件事情，接下来我觉得还有的看。那美国现在所提出来比较具体的方案，就是说，好，你如果真的需要核能的话，那我来替代你的核能，然后我放开你的经济制裁，这个确实是伊朗要的。可是对伊朗来讲，它有这么多的石油出口，它真的需要核电厂吗？那这只是一个国际政治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交涉。你如果伊朗承认了这件事情，好，你真的帮我盖核电厂，那对他自己国家来讲，本身也是一种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在这个地方，到底伊朗能不能够接受？因为确实解决经济制裁是他急于需要的，但是在核这一块上面，他能不能够继续去保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觉得那个才是大家接下来在看的。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是，伊朗的外长去俄罗斯，可是跟普丁完全没有达成任何公开的协议或这些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对，可能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个秘密外交正在进行。那当然希望是往全人类都可以更好的方向来前进。另外，我们看到北约峰会才刚刚落幕哦，相对应的一个组织，包括我们可以说是上海合作这个组织哦，那也正在进行当中。不过在这场组织里头，我们看到印度的国防部部长哦，他特别讲哦，
而且他也其实也是很少来参加，这一次有来参加哦。他说我不寻求跟中方冲突对抗。那这一次来是因为先前受到坚实的屈辱哦，想要来看看中国的军武实力哦，他自己这样讲。那我刚刚讲上合会，他最后有一个联合声明嘛，可是呢，印度又拒签哦，我不签这个声明，大家就问他为什么？原来因为这个草案哦，这个声明草案里头没有提发生在印度克什米尔的恐怖攻击事件。哦，那他们就觉得印度人就觉得很生气、很不满，所以拒绝签署哦。那印度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哦，它跟各国的这个关系呢，大家也常常在看哦，到底它靠向哪一个阵营？不过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印度对于中国大陆制造的歼十这个飞机非常感兴趣，那其他各国也一样哦，包括中国的其他武器，伊朗的防长呢就登052D 舰哦，来这个探勘哦，来这个参观哦。他说有意来购买，甚至包括红旗16的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歼10C1以及空警500，甚至是052D 的中华神盾舰哦。总之呢，他们就去参观这些武器啊，然后希望能够呢再增加自己的武力的实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巴基斯坦当然在这一次跟印度的空战中，他们得利了，所以他们觉得非常满意，未来会继续购买中国的军事装备。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以一牵动中俄一的战略版图，包括是不是还要提供伊朗军援呢？中国就回应了，希望为和平发挥建设作用。那这一次的以一战争也让中国重新来检视自己的能源配比，包括这一次因为一度我们看到伊朗说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中国大陆其实买了非常多伊朗的油，所以你看中国小型的民营茶壶炼油厂，它高度就是从这里运伊朗的廉价油来做这个出口到中国其他地方，所以他们现在评估有没有可能建造中俄天然气管线这个当然要有一个预备的措施，万一又发生像这样子的一个不可预期的事件，那中国的能源进口可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而另外我们知道93中国有一场大阅兵，有4款高科技的军事装备，现在外界都在看，包括什么呢？无人的这个智能作战，以及水下作战技术，还有网络攻防体系，以及高超音速武器系统，这4款是大家希望在这一次的阅兵里头来做观摩的。而另外呢 ，B2 轰炸，刚刚大家有看到美国也公布了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个这个炸毁的动作。中国大陆在这一次伊朗的附近其实布置有一些搜集情资的船舰他们说攻击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的情报部呢很可能透过美国轰炸基地的图像、空中加油部队像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把它做起来做逆向分析然后呢更加加强自己的情报系统。而另外川普呢现在打算要撙节在包括他们国防上头的预算。你看到路透社的报道是说，川普希望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减少对 F-35战机的数量，还有增加高技术导弹以及无人机的投入。可是同时呢，他帮军人提了加薪的计划，可是也要裁减7000多人文职人员，因为你要加薪嘛，给军人、战斗部队可能，那有一些文职我就把它给这个砍了。好，那我们也知道呢，包括在北约峰会期间因为北约的秘书长称川普为爸爸所以你看到白宫呢就顺势在 X 上面发布了一段影音，我们来看看。已经是爸爸回家了，讲的是川普，Daddy Home。他们顺势这样子来做。那当然，这个在北约峰会上面呢，北约的秘书长吕特突然称他为 Daddy 大家也是觉得有点吓一跳，为什么要这样子？不知道。来，欧洲我看到他们的主流媒体有说了，他们的尊严尽失就说欧洲从来没有那么屈辱过。
但是欧洲自己把自己的尊严都丢到地上践踏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结果欧洲这30几个国家都把自己变成一个附庸国然后百般的去讨好川普爸爸然后回到欧洲去。那当然我知道他的祖父是德国人那既然他是移民的第3代。但是问题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的小孩也是移民的第3代，从大陆移到台湾的第3代。我爸爸移过来以后，然后是我的小孩。那哪一天我的小孩回去以后，是不是也应该要怎么样这个我是觉得，欧洲把自己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它是国家国家有国家的尊严而且吕特干过10几年的荷兰的首相，那你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然后你对于一个美国的总统，他的任期才4年你把他叫做爸爸，他一直说我不是叫他，我只是比喻而已。但是川普就说你就是叫我爸爸然后在白宫的新闻媒体里面也说他就叫我爸爸说我爸爸现在回家啦。那这个等于是吃欧洲人的豆腐，而且瞧不起、鄙视欧洲人到什么地步？所以我看到欧洲的媒体，尤其法国的主流媒体之一他们写的很难很痛苦就是说我们欧洲人已经没有尊严了。他讲的这么的痛苦就是说比战败还要痛苦这样的，因为这是叫做自我凌辱嘛。不是被人家欺负，是自己凌辱自己，那有点像自我阉割一样那种感觉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坦白讲，我当初选择到欧洲去读书，也是觉得欧洲人有自己的尊严。没想到30年后，还好我离开欧洲还好没有在那边教书，不然的话，我今天也毫无尊严可言。好，我们回过头来讲正话。上海合作组织是由欧亚2大国，俄国、中国大陆，然后再加上中亚的国家，还有就是南亚的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还有伊朗跟中东的国家组成的。这次由于美国跟以色列去侵略伊朗，所以引起了这些国家高度的重视，所以这些国家的防长都全部这次完全到齐10国的防长全部到齐，然后来谈未来更多的合作的一个方向。您刚刚讲的没有错，就是最后因为在反恐这个部分没有特别把这个发生在于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克什米尔这个地方事实上是领土上是有争议的，有发生恐怖主义的工作没有错，那么有印度人被杀也正确，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被谁所杀。这个部分里面跟巴基斯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印度一定要把它写进去，那这个东西就写不进去了嘛。那由于写不进去的情形下，印度就拒绝签，那就变成搅屎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印度并不理想了因为确实是恐怖主义的行动，但是真的不是巴基斯坦所做的，因为巴基斯坦也愿意由联合国来调查嘛。那我想已经做得这么的磊落了，就是说联合国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派，就是说你秘书长决定哪个单位来派，你都来调查没关系，因为跟我无关嘛。但印度一定要把人家写上去，人家却做不到嘛。那做不到，我觉得印度是自取其辱了。那我们不管印度。不过这次巴基斯坦看起来是他的国防部长是很开心，为什么？因为证明这个歼10C有效，而且证明他打败了这个阵风战机，所以印度其实不承认也变成间接承认了。好，现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国防部部长特别到联52的导弹驱逐舰去上舰看一下这其实放出很明确的讯号了嘛。他们已经很有兴趣对于中国的军事武器。我相信在这次的这个巴黎的航展还有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军事专家都已经到中国的摊位去看，这代表什么？大陆的武器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会更有兴趣去采购。是，来舰长。我们刚刚提到有关于 B2 轰炸机，那它对于伊朗进行这样的一个穿地弹的一个攻击它其实不只是穿地弹，它是 GBU57，也就是堡垒克星，也有一种说法叫做 MOP， 不管是哪一种反正也就是这样测试过。但是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观察？因为中国大陆也有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呢，它这个是东风15型的。
这个弹道飞弹，但是它正式的型号是东风15丙或者是东风15C哦。我们有看到它有一个特征啊，也就是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弹头。那大陆的网友叫它叫长脖子，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用重力那个下坠之后呢，那其实它要不断的将这个它的重力集中在前面那个前面那一点啊，我们都知道截面积越小，它的那个力量越大，所以实际上来讲是来进行比对做未来的性能提升。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今年9月3号要进行大阅兵啊，那他讲说包含4个领域啊，那我先补一个领域，也就是关于弹道飞弹的这个领域啊，只要曾经被公开的，或者是已经被公开的，都会直接来上长安街。我们来看啊，这个以前没有公布过，可是呢，美国帮他公布了，这是东风27啊。东风27它的射程已经远远超过无论是天宁岛或者是关岛。那它前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也就是它跟东风26一个浑圆的构型不一样，它是一个比较扁的。那而且呢，我们讲到说，美国泄密这个地方还特别讲它是乘波体的高超音速飞弹。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它把东风17的那一个乘波体的头装到了东风26的这个运载火箭上，那也就是它的距离不但越远，而且它可以进行更灵活的攻击啊。那至于说我们现在经过了印巴冲突之后，大家都认知了现在的作战是体系化的作战，所以这一次的阅兵也会展现出体系化。怎么说？上面这张图啊，是我在珠海航展上拍下来的。未来就是如此，从卫星开始到预警机，然后到中程僚机啊。那如果我们讲预警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空警3000，空警3000是战略级的，因为不是下面这一种战术级的，它的那个拦管的数量可以更多，它可以只管这几种，而且我们讲到这一种是空用的，这种是海用的，这是下一代的，就是空警500、空警600、空警700。然后其实大家不要忘了，还有彩虹9，彩虹9它下这一个夹舱，其实它也可以作为这个空管之用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它的来源是当年进口苏凯30 MKK 的时候，有买这个 M400的这个夹舱，这个 M400的夹舱跟这个夹舱90%相像啊，这个 M400夹舱它就可以进行空管，一次空管4批。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一次的9月3号的阅兵，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军实际的实力。来请教洪庭。我想刚提到北约旅特哦，我觉得旅特确实在这整个北约这个事件跟川普这个 Dallas Home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哦，那展现出了所谓的这个身为一个政治人物哦，然后再加上这个北约面对所谓国际现实压力下的不得不为。因为坦白讲，北约需不需要美国？北约当然需要美国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研究川普的过程中，突然出现就是说，川普在第一任跟第二任唯一一个比较一致性的政治作为，就是川普的外交策略。川普的外交策略是，我对敌人我是白脸，我会一直讲好话，可是我的官僚体系会一直下重手。那我对我的盟友呢是反过来，我一直对你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大的黑脸的这样的一个话，但是我的官僚体系某种程度上，那我会放你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北约很清楚的，吕特抓到了川普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那我必须要捧他。所以我就一直跟你，而且坦白讲，我觉得北约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吕特他其实是想2件事。他想的事情其实从他的角度是没错的。他的意思是说，你美国的地位确实如同像爸爸一样，你必须要去维持秩序，你必须要负起你的责任啊。所以他其实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俄乌的时候，你不能一边要当人家的爸爸，一边不出钱啊。因为我北约出的钱比较多。他说，我是孩子，我孩子出的快比你老爸多了，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点像是整个国际现实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觉得以伊战争确实把整个国际局势的这个架构给它完全的打坏掉了。就中国大陆，它可能确实能够透过跟俄罗斯这边来解决它所谓的这个天然气的问题，可是它依然没办法解决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也就是它的石油供给仍然必须透过荷姆兹海峡，仍然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它过去希望透过缅甸的政局，然后来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没办法。那在所谓的荷姆兹海峡这边又遇到了困难，虽然建有了铁路，可是成本会增加。海运的成本大概几块美金就结束掉了，但陆运的成本，那它的成本会比较大。但是某种程度上，确实陆运能够解决它一部分的困境，也就是说生存上的困境，但没办法解决成本上面的困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我觉得以一的部分。整体来看，它确实影响了未来更大的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可想而知，就是整个国际政治都存在一个高度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整个波动性会更强了。是，别忘了，川普还跟全世界打关税战哦，这个延期90天的期限，7月9号就要到期了。现在他先讲说，他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协议呀，已经在25号签署了哦，说是未来会打开中国的大门。路透社的报道是说，哦，美中其实已经就稀土贸易达成了谅解协议哦，两个人有备忘录了啦。同意加快解除出口的限制哦，这都是媒体的报道。不过正式的官方的说法还没有看到。而另外，白宫的官员私下是透露说，哦，这一次指的是双方就推动稀土的出口解冻，因为这是美国急需要的东西。不过我们看看能源数据公司的分析，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乙烷出口已经暴跌到史上最低，看到这条曲线哦，因为美国就是把这个也当武器嘛，你不给我稀土，我就不出口乙烷给你哦。所以美国某种程度在做严格的管控哦，乙烷的出口量已经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准。两边其实暗中都还在较劲，所以我们看到呢，中国也在准备呀。哦，英国的咨询机构就说，中国明年起将超越澳洲，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矿生产国。锂矿也是大家必争的一种这个稀有的矿土跟资源嘛啊，做手机啊各种的充电的这个东西都要用它哦，这个电池锂电池都要用它。那川普心心念念的就是美国制造，让美国再次伟大嘛。他志得意满、得意洋洋的说哈，有一个叫 T1 的智慧手机，完完全全 Made in USA 哦，这个我们这个叫做 Trump Mobile 他自己公司的这个旗下要做这个 T1 智慧手机，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哦，有没有？后面还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哦。那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是川普集团他做的一个发表嘛？哦，那可是呢，未来到底是他怎么生产，还有包括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他是没有特别说。可是集团发言人说哦，这款手机未来会完完全全在美国生产。如果是这样，它肯定要卖很贵哦，因为各种的成本会增加。那中国大陆一方面也是在美国的晶片封锁下，在做自己的事情，在走自己的路。现在央视报道说，龙芯国产3C6000哦，采用自主设计的指令系统架构哦，不依赖任何境外供应链，就说你围堵也没有用，我自己弄处理器。好，那还有呢，包括方方面面的这个储备啊，战略物资的储备，包括黄豆粉哦，这个中国大陆是默默在做，说是从2019年以来哦，首度从阿根廷进口这个黄豆粉，因为你要先除嘛，啊，万一到时候这个贸易战这个搞的这个很严峻的时候，你要有东西可以这个做预备。美国智库就示警说，现在中国的企业已经掌握了拉丁美洲总共31个港口，而且哦，未来的影响范围还会更广哦，说是对美国的国安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看到美中这两大强国正在斗争哦，可是某种程度的开放性如何呢？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例子，包括最近我们看到柬埔寨的13岁的公主，她叫做珍娜哦。上一次习近平去当地这个造访的时候，她还去献花哦。那现在我们看到她跑去深圳哦，来这个游玩，还有参访，那也造成了一些公主热哦。我们来看看当地的画面。你给我这一辈子的梦想是你的
就是山珍人。好，他会讲中文，英文讲的也非常好。那当然还有他自己的母语，可以说是一个语言的天才。他才13岁哦，你看他的歌舞都非常的厉害。她是柬埔寨西哈莫尼国王的侄孙女。今年4月，习近平访问柬埔寨的时候，哦，她用流利的中文表演大陆民歌，在中国其实一夕爆红。所以呢，她跑到哪里哦，都有很多这个粉丝跟着她。另外，我们看到6月26号，她会到山东临沂去这个出席第4届的 RCEP 的商品博览会的开幕式。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又很讨喜哦，所以某种程度为柬埔寨也做了一次的这个很好的外交。可是我们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在某种程度是在防堵一些非法移民，还有反恐攻哦，所以对于入境来的人，其实是很严格的在管制。有一个例子，大家看一看。这是21岁的一位哦，来自挪威的男子。他本来哦是跟他的家人一起飞行到美国的纽泽西州哦，想说去美国玩，结果被留置哦。据说只是因为手机里头哦被发现有一张范斯的光头丑照。哦，那执法这个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就把他拒绝入境。那因为他回到挪威，他原机被遣返嘛，回到挪威之后，他就不断的找媒体来控诉。所以对于挪威人来说，他们也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哦。美国现在对外感觉非常的严格。来，赖老师，您觉得这只是严格吗？还是剥夺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我觉得把一个人的基本自由限制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步。它已经不像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了。它更严格的意义来看的话，就是谁只要对于他们的执政当局有意见的话，谁都不要想进美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比任何集权专制的国家都更加的封闭了哦，这对美国的形象并不好啊。这个真的是美国不要开倒车了。啊，应该要心胸开一点嘛，你是大国嘛，啊，那么只是因为他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进美国你要把你的社群的密码要给美国给海关当局，这个我们的隐私已经受到侵犯了，然后他要检查你的里面的那个通讯记录，然后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总统，批评他们的政府啊，如果有的话。那个你就进不去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所以像我们就进不去了。还好，我也没有很想要去美国。但是我觉得，不管我有没有想要去，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只是有意见就不能进去。这个国家我也没有犯罪，我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太堕落了，堕落到，我也不晓得怎么讲这个国家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川普又讲错了。他们不是贸易协议啦，没有签啦，不是啦，他弄错了。这是当时在伦敦双方已经达成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当时有做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要各自回去给他们的领导来批，因为还有很多的细则要磋商嘛。那很多的细则要磋商，所以要经过批示，所以当时已经讲好，在伦敦并不是中美的贸易协议。而只是一个框架而已。那回去以后，很明显的，那彼此经过磋商以后，这个框架的细则已经经过双方的领导批示了，就同一天批了，23号那一天批了。批了以后呢，那当然大陆给美国的稀土会增加，然后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管制也会减少。那我估计了，我判断，有关于芬太尼的20%，的关税会拿掉。各位看着办，没有多久，美国对大陆的20%的关税拿掉，那就是10%对10%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美国智库说，中国大陆已经掌握了拉美31个港口，而且对美国的国安有威胁。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大陆什么都影响国安。内衣是新疆棉，
所以影响国安。那个有关于龙门吊那个是钢铁制成，然后要人来操作，但是那一个是中国制造，所以也有国安危机。你竞争不如别人，你什么都国安危机。那实际上来讲啊，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美国中国大陆开始购买阿根廷的黄豆粉，其实是一种战略准备啊。那也就是虽然中国大陆从巴西买了非常多的黄豆，可是黄豆它的运输的成本以及时间的长短跟黄豆粉是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当初在讨论前开港的时候，前开港其实也就是打开刚刚这个 CSIS 最爱兵推的这一个智库啊。那他讲的这些港口，那其实这一张图它只有列那个中南美西岸的这些码头，东岸还没列，所以加一加31个，其实这些码头都是对应的是东亚国家，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国安危机。至于说这个川普搞这个金色手机 T1 其实它是美国价值满满，但是它是做给苹果看的。也就是我做得出来，你为什么做不出来？然后要求 Apple 把相关的这个生产线全部拉回美国，所以真是有钱就能够任性。金光闪闪的 T1 手机，你想来一台吗？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最后时间交给洪婷。我觉得川普宣布这个美中以达贸易协议这个部分那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个状况。就像刚才赖老师所提到，我在这里我自己也讲了3个月了，就是10%，因为中国能接受非歧视性原则，就大家一起都10%。重点是要 soft landing。那为什么要 soft landing？ 最主要原因在于这个美中的这整个的贸易战从头到尾，说老实话就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王国，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王国。制造王国不会想要得罪消费王国，因为我不想赢你啊。所以我把稀土这些东西控制出来，只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霸凌我太夸张，你不要那么任性，好不好？那现在的关键，其实中国现在主动的那么快的去做接触，跟那么快的谈成，就像我过去所讲的，英国是美国最好的盟友，他谈成了10%。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他也10%。其他国家理应希望赶快大家就10%把它解决掉。可是我现在看到的事情是，川普现在搞定了这2个，但是搞不定其他的。那如果接下来没有办法 soft landing 的话，那关税这件事情就会成为接下来未来资本市场最大的破口。而川普会不会想让这件事情发生呢？我觉得有可能，因为最大的原因在于什么？联准会到现在还没有同意要降息。川普从头到尾，他就是为了要解决他自己美债的问题。降息这件事如果对他来讲很重要，那接下来资本市场适度的去做一些反应，就会有助于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观众朋友还是要小心，就是接下来整个经济局势还是很混乱的。你看，我们台湾还没谈关税哦。我们的汇率已经涨多少了？对，我们的汇率已经接近15% 了。你看，我过去一直讲说一定会28%，可是我还没想到一件事是还没谈成就到28%了。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要怎么谈？所以整个经济的波动仍然会很剧烈。